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請訂閱頻道，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趙麗穎新廣告曝光，黑髮回歸顯氣質；馮紹峰為新女友購愛馬仕。近日，趙麗穎一組全新廣告大片正式曝光，再次在社交平台掀起不小的討論熱度。畫面中，她罕見地將髮色染回純黑，利落短髮搭配露肩禮服，整體氣質明顯回歸沉穩與成熟路線。不少網友直言，這不是簡單換髮色，是一種狀態上的回歸。雙引號。巧合的是，就在同一天，馮紹峰被拍到與新女友現身商場，兩人舉止親密，而馮紹峰還被目擊為女方購入 Hermes 包袋。兩條看似毫不相干的新聞，卻因為前夫妻同一天強烈對照感，被網友強行並列，迅速演變成一場大型輿論圍觀。黑髮回歸被解讀為事業野心重啟。在廣告大片中，趙麗穎身着一襲深咖色露肩禮服，剪裁貼合，線條利落，黑色短髮在燈光下呈現自然光澤，與她以往的粉色、淺色髮系造型相比，少了甜感，多了幾分冷靜與篤定。整體妝容同樣走克制路線，深色眼影勾勒出層次感，讓眼神顯得更有故事性。不少時尚博主指出，這次造型與秦嵐此前的齊肩內扣短髮風格有異曲同工之妙，都是近年來內娛女演員逐漸偏愛的去少女化路線。黑髮、低飽和度禮服、極簡金屬配飾，強調的是演員本身的狀態，而非造型的喧賓奪主。出道19年的趙麗穎，顯然已不再需要用誇張設計來制造記憶點。廣告片中，她專注聽導演講戲，表情收放自如，舉手投足之間呈現出一種對鏡頭高度熟悉的從容感。有業內人士評價，這類廣告更像是品牌在借她的穩定感背書。雙引號。網友評價兩極，狀態封神，還是過度解讀？對於這組廣告，網友的評價迅速分化。一派認為，這是趙麗穎近幾年少見的狀態巔峰，黑髮一出來，整個人氣場直接穩住了。雙引號，這才是女演員該有的成熟美，不靠賣萌。雙引號，比起造型，更重要的是她眼神裡的那種我知道我要什麼。雙引號，但也有人認為外界有些過度拔高，就是一組正常廣告，別什麼都往人生高度上解讀。雙引號，換個髮色而已，不至於吹成事業重啟。雙引號，內娛現在對女演員太容易情緒投射了。雙引號，不過無論評價如何，這組廣告確實成功制造了話題度，也再次證明趙麗穎依然是品牌和輿論都不願放過的安全牌。商場銅礦被拍，馮紹峰新戀情再引關注。與廣告片的精緻感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馮紹峰的畫面顯得相當生活化。當天，他身穿黑色 T 恤，搭配漁夫帽和墨鏡，全程低調隨性。同行的新女友則是素顏出鏡，簡單扎着頭髮，穿着休閒，幾乎沒有任何刻意打扮。據現場目擊者描述，兩人互動自然，沒有刻意避嫌。馮紹峰全程陪同女友選購商品，態度耐心，在櫃檯前不時交流意見。最終，他為女方購入一隻 Hermes 包袋，並主動拎起購物袋，細節舉動被部分網友解讀為紳士加分項。隨後，兩人一同離開商場，上車後仍在交談，車內氛圍輕鬆。年齡差與審美模板再度被翻出。消息進一步發酵後，有知情賬號爆料稱，馮紹峰現任女友年約29歲，與他相差17歲。該信息一出，立刻引發網友討論，不少人將其與他過往情感經歷進行對比，甚至有人指出，新女友的長相與黃曉明現任伴侶風格略有相似之處。對此，
網友態度同樣兩極。成年人談戀愛，年齡差又不是違法。雙引號，他一直就偏好這種類型，沒什麼好驚訝的。雙引號，只要雙方開心，外人別太帶入。雙引號，也有聲音顯得更為刻薄，看起來像複製粘貼模板。雙引號，中年男演員找年輕女友，內娛老劇情了。雙引號，一個靠事業說話，一個靠戀情刷存在感，對比太明顯。雙引號，同一天被拍，不同人生階段的強烈對照。不可否認的是，趙麗穎與馮紹峰早已在法律和情感層面徹底分開，但輿論場仍習慣性地將他們放在同一座標軸上比較。這種比較更多來源於公眾情緒，而非當事人的選擇。一邊是片場裡反覆調整狀態、專注鏡頭的女演員，一邊是商場中陪伴戀人、享受日常的男演員。兩種畫面沒有對錯，卻在同一天被推送到大眾眼前，難免被賦予象徵意義。有網友總結得直白：他走的是事業線，他走的是生活線。雙引號，一個在鏡頭裡被放大，一個在生活裡被圍觀。雙引號，離婚之後反而更清楚彼此適合什麼樣的人生。雙引號，也有人反感這種強行對照，都幾年了，還非要綁在一起說。雙引號，女性搞事業就被誇，男性談戀愛就被嘲，本身也很雙標。雙引號，真正該被尊重的是各自的選擇。雙引號，輿論為何總愛把趙麗穎與馮紹峰放在同一張對照表裡？即便離婚多年，趙麗穎與馮紹峰的名字依然頻繁在同一條新聞中被提及。這種現象並非偶然，而是娛樂輿論長期形成的一種敘事惰性。在大眾視角中，他們曾是事業上升期女演員加成熟男演員的典型組合，婚姻本身就被賦予了過多象徵意義。當關係結束後，外界並沒有真正放下這段故事，反而轉而用誰過得更好來延續關注。於是，趙麗穎每一次亮相都會被自動套上獨立女性事業型前妻的標籤，而馮紹峰的每一段新戀情則容易被解讀為情感補償中年男演員的選擇。這種對照本質上並不是對兩人現狀的真實關心，而是公眾情緒的一種投射。網友爭論升級，不是他們在比，是觀眾在吵。隨着兩條新聞持續發酵，評論區逐漸演變成兩個陣營的對壘現場。支持趙麗穎的一方話術高度統一，離婚後狀態明顯更好了，說明選擇沒錯。雙引號，不靠男人，不靠話題，全靠作品和商業價值。雙引號，這種穩紮穩打的女演員才是內娛稀缺資源。雙引號，在這類評論中，趙麗穎被視為成功模板，她的黑髮、禮服、廣告大片都被解讀為一種象徵，一種我不需要解釋的姿態。為馮紹峰說話的聲音也並非不存在。談戀愛、買包都是私事，沒必要被道德審判。雙引號，離婚後各自生活，非要拉出來對比才奇怪。雙引號，男演員不搞事業就被罵，這本身就很苛刻。雙引號，甚至還有一部分網友明確表達了對這種輿論結構的不滿。女性必須成功，男性必須低調，否則就要被嘲。雙引號，這不是八卦，這是情緒綁架。雙引號，年齡差為什麼總能點燃情緒？馮紹峰新女友的年齡曝光後，17歲的差距成為討論焦點。這類話題之所以反覆出現，並不完全是因為當事人，而是因為它觸碰到了公眾對於權力、資源與情感的敏感神經。有人認為這是成熟男性的個人選擇，也有人將其解讀為一種結構性不平等的體現。爭論本身往往已經脫離具體個體，
變成價值立場的交鋒。但有意思的是，在這些討論中，新女友本人幾乎被徹底工具化，只剩下年齡、長相對照模板這幾個標籤。她是誰？她如何看待這段關係？反而沒有多少人真正關心。同樣被圍觀，卻承受着不同的輿論重量。從傳播效果來看，趙麗穎的新聞更多停留在欣賞、解讀、讚美層面，而馮紹峰的相關話題則更容易滑向質疑與調侃。這並不完全因為他們做了什麼不同的事，而是公眾早已為他們分配好了角色，一個被期待繼續向上，一個被默認可以停下來。當角色一旦固定，任何行為都會被拉回既定敘事裡。趙麗穎認真工作，被視為清醒；馮紹峰享受生活，卻容易被解讀為退守。這種落差本身就說明輿論並不公平，也並不客觀。結尾延伸，他們只是生活在鏡頭裡的普通人。回到最初的畫面，一個是在攝影棚裡反覆調整表情，等待導演指令的女演員，一個是在商場裡陪伴戀人，拎着購物袋的普通男性。兩個場景本無高下，卻因為身份與過往被強行賦予意義。熱搜喜歡講故事，但故事往往並不屬於當事人。對趙麗穎而言，廣告只是工作的一部分；對馮紹峰來說，戀情也只是生活的一角。真正複雜的是圍觀者賦予他們的期待、比較與情緒宣洩。也許等某一天，輿論終於失去興趣，這兩個人才能真正被當作彼此無關的人來看待。可在那之前，這樣的對照新聞大概還會反覆出現。畢竟，對吃瓜群眾來說，別人的人生永遠比自己的更容易被評判。結語：熱搜會並列，但人生不會回頭。娛樂新聞總愛製造同框錯覺，但現實裡，趙麗穎和馮紹峰顯然已經走在完全不同的軌道上。一個繼續在作品與鏡頭中打磨自己，一個選擇在生活與情感裡尋找平衡。熱搜只負責製造情緒，不負責給答案。至於誰更成功，誰更幸福，這種問題本身大概就沒打算被認真回答。畢竟，真正的人生從來不活在同一條詞條裡。